干什么的？宾客司傅大人要提审姚云。傅大人，请。是你，我可算见到亲人了。在这暗无天日的海岛上，真是生不如死啊！谁是你的亲人？你走到今日这个地步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 我没有什么过失，你们抓我是冤狱，我要见延平王。犯人姚云，听着，念你是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女儿，我奉延平王之命，让你写一封平安家书回去。你们发善心了，让我写平安家书。我平安吗？我才不给你们装门面呢。嗨，实不相瞒。 我们延平王有意同清廷和解，俗话说“冤仇易解不易结”嘛，因此临行前想让小姐修书一封。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了。写家书也行，先把我和施世宗放了。要是和谈成功的话，放了小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不过目前还得暂时委屈你。 再者说了，你写一封家书，对你也没什么坏处，至少你的父母还知道你活在这个世上，你说是吧？好吧。我是这次出使福建的使者，施公子告诉我，姚小姐有过目不忘的本事。 希望你把忘掉的事都回忆起来。放心吧，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来。嗨。 政务在于精勤，在于君臣同心，在于纳谏进谏。朕不敢贪图安逸而惰志，朕愿以肝胆事诸卿，愿诸卿能不疑不藏事于朕。朕广开直言之路，启尽善之门，愿诸卿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平身。谢皇上。 开始奏事。臣孙会禀奏：水师受挫，充分证明了施琅之不可信任。臣于5月21日早朝中，曾陈述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自厦门移师铜山，是不治轻狂之举，果然被臣言中了。今施琅因台风突发，使之南风不可用，不得不移师北返厦门，往返南北，浪费粮饷，如此才智，何堪重任？臣奏请皇上当追究施琅受挫之咎。
两金标禀奏。 水师进军受挫，其行动本身就证明施琅之谬。施琅其为人度量偏浅，恃才骄纵，专横争权。就任水师提督伊始，就以进剿事宜，理应独任的蛮横，排挤福建巡抚吴兴作，次移师通山，自行其事。是总督姚启圣若无误，是煌煌朝制若虚设。 现时水师情况如何？臣深感焦虑，特奏请皇上当严惩施琅，暂停进军台湾。臣徐元文禀奏皇上：水师进军受挫，违背天数，天下一境的预示。 臣夜观天象，紫微垣平帆清晰，紫气祥瑞，两番辅星序列不移不闪，地形明亮，辉映八极，主天下太平。臣奏请皇上，凡事不宜开端，当以安静为主。有违天时而动之人与事，当早作驱除。 今天的玉门听政，朕听到了一个不治轻狂的施琅，听到了一个专横争权的施琅，听到了一个浪言浪语的施琅，更是听到了一个逆天数而动的施琅。看来施琅在几位大臣心目当中，真是罪孽深重啊！ 朕这里也有一份奏折，明珠啊，臣在。你来代朕给大臣们念念，让大臣们欣赏欣赏。这臣两人于5月15日抵铜山。 举目所见，水漫街巷，树倒屋塌，心境凄然。台风之烈，诚然人莫能测，人莫能抗。总督姚启圣与提督施琅均认为南风不如北风，遂移师厦门。这份宁海将军喇哈达和兵部侍郎吴努春的奏折，朕是6月2日看到的。 其中提到对施琅的弹劾，和今天议会上各位大臣提到的几乎是同出一辙呀，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啊。看来，朕真的得像徐元文说的那样，对逆天时而动的人和事早作驱除啊。给事中孙会。 给事中孙会，给事中孙会。臣在。哼，别人插手台湾之事，说对说错，说深说浅，朕都可原谅。但你不行，你是收受了别人的2000两银子，替人争务。 还在御政会上振振有词，大放厥词。来人呐，在。摘去给事中孙会的顶戴花翎，交刑部议处。皇上，臣有罪，臣有罪呀！皇上。退朝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皇上，平身。光帝啊，臣在。你刚从福建回来，连口气都没喘匀，朕就把你召来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亲遇往事，臣子本分，何敢言辛苦？
令堂身体如何？托皇上洪福，已大安了。啊，知道朕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见你吗？是为玉门听政之事吗？不错，在听政会上，由于禁军受阻，是众说纷纭呐。有的说台风莫测，有的说南风不如北风，还有人说施琅筹划有误。哎，光帝，你当时身在福建，对于禁军受阻一事，可有听闻呢？启禀皇上，臣不知兵事，不识海情，对皇上的询问，不敢妄加议论。臣在回京途中曾去看望施琅，臣愿以会晤施琅之情状禀告。你是不是也遇上那次台风了？正是。5月12日，臣在归途中，台风发作，暴雨如泻。从一位路人的口中得知，施琅已移师铜山。臣念水师之安危，又惦记施琅之情谊，遂折道前往铜山，于5正时分到达铜山水师大营。战船损失多少？战船无一损失，只有20几根桅杆为台风所折断。将领士卒有无伤亡？将领士卒无一伤亡。这怎么能叫惨败？连仗都没打，怎么能谈得上失利呢？这朝中有些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呐。回皇上，战船将领虽无伤亡，但军营之中却呈慌乱惶恐之状。有的说总督进兵方案甚佳，有的说南风不如北风，有的说台风发作人至莫测。看来皇上决定派施琅专征是对了，否则的话将更难收拾。见到姚启圣了吗？他在病中，臣前去病榻前探望，臣冒充郎中，给他开了一剂猛药。想必是虎狼之药吧？虽是虎狼之药，却也是药到病除啊。他已经难言报愧了。启禀皇上，既然如此，臣以为皇上也不要下旨切责申斥了。流放孙惠，他能不知惭愧吗？在征台的几年当中，他也还是功大于过的，鞭打他，也会疼在施琅的心上。朕听你的，这件事情，朕会装作毫不知情。光帝啊，臣在。施琅到底有没有必胜的把握？他说那些反对者不知道北风是图幸万一，南风才是实权之算，到底是何意啊？施琅是有成竹在胸的呀。施琅以为北风发作，入夜更甚，鱼贯而行，难保不散，无以定泊江河以战。而乘南风出发，风微夜静，可以定泊，举之必胜啊！昔转意不前者，是别有所图，充耳不闻，自负专横，徒叹奈何。水师大营中有传言说是台风突发，非人至莫测。这施琅又有何解？施琅认为，台风发作诚然人至难以完全预测，却也有其根本规律可循呐。一场台风发作的3、5天之内，绝不会有再次的台风发作。为将领者，当抓住台风的规律用兵，3、5天之内即可结束澎湖决战。反对者到处散布台风发作人至莫测之论，若不是被台风吓破了胆子，就是利用台风之威而别有用心。光帝，臣在。若是海战之中真的遇到了台风，会不会全军覆没？诚然，
如在海上遇到台风，纵有100万战船，俨如一粒骨壳散于波涛之中。然而，战船不似商船，轻便而灵活，不致全部沉没呀。至于战斗，当然是无法进行了，双方都处于自保之中。我船不能行动，敌船就能战斗吗？我船不能借台风之力，敌船就能借台风之力吗？台风与敌我双方都是公平的。好，这样，光帝，回头你到玉门听证会上，把你刚才跟朕所言，跟那些大臣们好好说说，长长他们的见识，开开他们的眼界。这。吾王千岁，千岁！平身，谢吾王。赶劳延平王的大驾，刘总督又专程从澎湖赶回，实在是不敢当啊。哪里的话，傅大人此去福建，当以王室大计，黎民生死为己任。谢谢总督大人教诲，此去福建，下官愿意时时以王室为重，再加上托了延平王的鸿福，希望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宾克斯傅大人亲自渡海与之谈判，并非易事，拜托了，望好自为之，以台湾安危为重。请延平王大人和刘大人放心，下官一定不辱使命。好，登船吧。且慢！刚才接到告发，宾克斯傅威林是福建总督姚启圣收买的奸细。证据何在？谁要是胆敢诬陷宾克斯，那可是要反坐的。哼，当然有如山铁证。傅卫林受命为使后，先后探访了狱中的施世宗和姚云，以写平安家书为名，让姚云根据回忆画了澎湖海防图，准备献给施琅和姚启圣，让他们来打我们。我不信。宾克斯一向洁身自好，勤于王室，这一定有人栽赃陷害。延平王，冯大人，确实有人陷害本官。哼，当然。我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。洪旭，你不是有证据吗？当着大家的面拿出来。若是你血口喷人，那你可是要受重罚的。把傅大人的箱子一搜，便见分晓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傅大人若是清白，不会怕搜吧？嗯。打开！证据找到了。这是傅大人的东西吧？哼，这成何体统？想排除异己，也不能用如此手段。哎，让我看看。总督，你看看，这个澎湖的部署图是真是假？这太不可思议了！这是我到澎湖以后的布防图啊！
炮台、船港、码头全在这张图上。傅维林，你这死有余辜的奸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延平王，定是有人加害本官，恳请延平王明察。我不信。傅维林只到过澎湖一趟，从没离开过娘妈宫。他怎么能把澎湖36岛全都标在图上呢？他没那么深。傅大人本人当然可以不去，可有人去过。施世宗和姚云去过。胡说，血口喷人！我跟他们根本没关系。当然有关系。你用暗语和施世宗联系，说姚云的记忆力最好，你就跑到海岛上去找姚云，让他依照记忆画了那张澎湖海防图，由你带往福建。你自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啊？你每次到监狱里的谈话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。哼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！傅大人，没想到吧？没等扬帆就已翻船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把傅维林给我绑起来！是。哎，你们，你，傅维林，没想到你会做出如此之事。哼，刘大人，刘大人，你听我解释。刘大人，我不管了。就在今日，就在鹿耳门军港，放开我！我要斩傅维林之首，祭旗！慢着！事已至此，我傅维林死不足惜。各位，你们都生在福建，同根共祖，可如今有人想把我们推向绝路，我们还能听之任之、沉迷不醒吗？冯锡范就是这样的小人，他甚至不惜把咱们的台湾出卖给外国人。给我堵上他的嘴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是。你，冯锡范，冯锡范，你不得好死！冯大人，是不是把施世宗和姚云一同处决？那2个再留2天，他们是笼中鸟，生死牌在我的手上，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。还去谈吗？当然。也用不着改派使者了，就提升义将蔡由雄为正使，总稿黄学为副使，坐着我们这条官船过海去吧。遵命。公主，你得想开呀，不吃饭不吃药，这病能好吗？谁也别劝我，没用。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。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个性，唐太妃心太狠了，让人禀报了好几次，一次都没来。听我的话，谁也不要去禀报，我只求速死。我不需要别人来同情我，我只求速死。太妃到。太妃，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。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您看我病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应该高兴，应该称心如意才是。你以前那么想让我死，我都没有死成。现在我总算要死了，再也没有人跟你作对了。孩子，我知道你恨我。我知道你一直不肯原谅我，我也知道你遣返与我亲热，也只不过是为了保护施世宗罢了。你叫我一声娘，也只不过是敷衍了事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
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，你能真心实意地喊我一声娘，这样就算我死了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哼，你笑什么？你孩子，娘给你跪下还不行吗？太妃，快请起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哪有太妃给女儿下跪的道理啊？太妃，是我不好，是娘欠你的，是娘对不起你。孩子，你只要说句原谅我的话，娘就算是一头撞死也愿意。一个很坏的人，能真心爱他的女儿吗？孩子，也许我是个坏女人，可是我对女儿的爱是真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直想害我，你不认我，你甚至把我推入大海里，想淹死我。我强迫自己要恨你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恨不起来。娘，快起来吧。你这算是原谅我了吗？先起来再说吧。如果我不是快死了，我是不会心软的。傻孩子，你快别这么说。你是一朵花，还没有盛开呀。若是神明，他一定要惩罚我的话，那就让我去死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也不要把灾难降临到我女儿头上。其实，我的心早就死了。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一家人明争暗斗，落井下石。我以前还有一些留恋，可是如今什么都没有了。孩子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从前娘没有尽到为娘的责任，娘以后啊，一定要100倍的、1000倍的补偿你。你可千万不要往窄处想啊！娘，您根本就不知道我丢了什么，我需要什么。娘知道。其实我也听说了，不过，不就是失掉一个施世宗吗？天下好男人有的是，乖孩子，娘今后为你选一个天下无双的夫婿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已经不想这种事了。要是娘想帮我的话，就把我送到施世宗牢房里去，我想跟他一起死。您不说您欠我的情，欠我的母爱吗？那您就成全我吧。孩子，你这话让我听了太难过了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傻孩子，你是堂堂公主，你怎么能去坐牢呢？你怎么能跟一个奸细关在一起呢？如果您觉得我坐牢不好看，给王氏丢了面子的话，
那您就把施世宗放出来吧，啊！求您了，娘。乖孩子，你不要为难娘了。如果仅仅是因为施世宗是奸细，我也可以徇私放他一马。可是傻孩子，人家心里另有其人啊！我不管他想谁，我不管他心里有谁，我只要他一个人。娘，我求求您了，答应女儿吧。太妃，你就帮帮公主吧，您就是她头顶上的天呐。你倒是会说话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为娘身为太妃，王政毕竟不是家政，娘也有办不到的事情。有些事情也不能太越格。孩子，若是施世宗想要你，肯当你的夫婿，我也好说话。我就是赦免了他，别人也不会说什么。可是他现在不要你呀。那你总可以让我见他一面吧？你还是想到监狱去看他的话，我让人先把他放出来，挑选一个地方让你们见面。不过，不能算是完全自由。那就把这儿当成监狱。要是您怕他跑了，就调兵把这里3层外3层包围起来，这您总该放心了吧？娘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得给我一点时间。施世宗如今奸细的罪名已经确定，我就是徇私的话，也得从长计议呀。二位大人的公子和千金都很好，听说台湾海峡有机会化干戈为玉帛，尤其兴奋。再三托我向二位大人致意呀。为什么不请他们一道回来，也便于从中斡旋？当年小女可是随你们的议和使节傅维林一块儿去的金门呢。这暂时不大方便，他们都忙。不大方便，带着手铐脚镣，当然不方便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什么西议书城，却扣着我们的人质不放，诚意何在？大人一定是听信谣言了。令郎封了忠义侯，在台湾过得好好的，他倒是顾面子，怕回来被人指责降敌，也怕给父亲带来耻辱。先生够能巧言令色呀！我设立修来馆是干什么的？台湾的一举一动，休想瞒过我的眼睛。你一个小小的议将，哪有资格和我朝廷的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谈判？不过是在寻找机会，求得喘息而已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原来派宾克斯、傅维林为主使，我们二位只是副使而已。不曾想登城之日，傅大人突患中风之急，故不能前来，我们也只好勉为其难了。你真以为我们的耳目闭塞到如此地步吗？傅大人所患之疾是断头之疾，还能医好吗？这且不论，你们自相残杀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。说说你们此次渡海前来的用意吧。我们延平王想罢兵修好，别再这样剑拔弩张、兵戎相见了。早该如此，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？
朝廷派了那么多使臣招抚你们，给了你们那么多的优惠条件，允许你们不入贡、不登岸，你们就是不干。就因为你们想自立乾坤，才招致大兵压境之危。这回你们想明白了吗？对不起，兵临城下所定之盟，只能是城下之盟了，不会再那么优待无边了。谈谈你们的条件吧。我们延平王久有木化相德之心，我们的条件也不会太高。就依藩属之力，称臣纳贡，奉清朝为正朔。在台湾的人不剃头、不登岸，只要留给我们通商口岸，就这些。如果同意，请急派大员过海到台湾签订协议。条件还不算太苛刻，不过以藩属国之列，恐怕不妥。这一条，我朝从未有过妥协。请问蔡议将、黄总稿，你们二位是何方人士？在下是晋江人，黄大人是惠安人。上述几代，台湾的居民恐怕不是闽地人，就是此地的客家人。你们当过藩属国的国民吗？这一条断然行不通，只有剔除，我们方能谈。二位大人可否将我们的条件写在奏书里，上奏皇上？这个自然。这么大军国大事，我们岂敢自专呐？不必上奏，连我这一关都没过，怎可上达天听？你们还有后退的余地吗？没有后退的余地了。下官等行前，延平王和摄政公特地嘱咐，哪条都可以商议，唯有依藩属国列一条，不可退后半步。那还谈个屁！你是来下最后通牒的吗？休要用这种方式来缓冲，做苟延残喘之计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已在几个港口布下了几万兵马、几百条兵船，我们有能力渡海平台，把你们打得一败涂地，永世不能翻身。赶快回去吧，我们马上就要打过去了。好好的想明白，不要玉石俱焚。你们若是做不了主，就赶紧回去向你们延平王禀报，或降或不降，尽早回话，我们自有对付的方法。那好吧，我们只好回去了。告诉你们延平王，还有那2根台柱子，下次谈判，找一个能代表你们延平王的人来。狭路相逢唯让势力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狭路相逢不是让，是勇者胜。别忘了，令郎和姚大人的恋爱都在台湾，二位大人为他们退一步半步，也不是大雅吧？不要威胁我！你们用我的儿子做人质，无非是想再开杀戒。我施琅的头上早就悬着一把剑，我若胆怯，早就力主投降了。回去告诉你们的延平王，别打错了算盘。施大人，如今进兵已无后顾之忧了。皇上10月初8的上谕口气，与你回答台湾使臣的一模一样。台湾贼寇，俱系闽地之人，不可与藩属国相比。说不便马上派人往台湾去招抚，我看姚大人再不会幻想以府为主了。姚大人，你备好的人选叫黄朝用，是原来台湾的投降人员。目前姚启圣所以没让黄朝用马上动身，主要是他看我已率水师集结于平海铜山，立马就要进剿。也许他是要看我出师的胜败，再
再做决定。如今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们拿下澎湖再说吧。醒来却不见你的肩。